乌军特种兵成功夺回了黑海上多个钻井平台。美国考虑军援新武器，远程打击俄军补给线，以及乌军在赫尔松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攻势取得了有效进展。接二连三的利好消息让乌军士兵充满动力，盘活了整个战局。我是火力军，欢迎收看本期节目。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军就控制了乌克兰黑海上大部分钻井平台，并将其改造成了小型军事基地，其上装有对海、对空预警侦察雷达。这些钻井平台加上蛇岛，组成了当初俄军封锁乌克兰海岸线的最强防线。去年，在乌军夺回蛇岛之后，曾多次发动导弹袭击，尝试夺回这些钻井平台，但效果均不明显。直到前2天9月11日时，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军特种兵顶着俄军苏30的轰炸，成功夺回了包括博伊科塔在内的一系列钻井平台。这些钻井平台军事价值很高吗？据乌克兰 Espresso 电视台12日报道称，这些位于黑海的钻井平台分别建于2010年和2012年，其所处位置距离乌克兰大陆大都在100公里左右，距离被侵占的克里米亚最远也不过150公里，对俄乌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和安全意义。又因其多功能性，这些平台可以成为俄乌双方重要的侦察基地、加油站、直升机停机坪、弹药库，甚至是远程火箭系统的部署地等。在这些平台的帮助下，无论是谁都可以对克里米亚和黑海水域进行监视。去年2月开战后，这些钻井平台就被俄军当作了军事临时基地使用。那乌军是如何夺回这些钻井平台的呢？对于平台的袭击，据称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所属的特种部队实施的。自这次行动，乌军不光收复了钻井平台，还顺带缴获了一批直升机发射的弹药和用于跟踪黑海船只的雷达系统。按照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说法，是乌军特种分队制定了详细的分阶段计划，然后利用快艇快速机动，才一举拿下了这些黑海据点。有资料显示称，在其中一次行动中，乌军特种分队还遭遇了俄军苏30战机的袭击，最后是乌克兰军人设法用肩扛式防空导弹击伤了俄军战机，行动才得以继续进行。面对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发言，俄罗斯官方并没有任何回应，倒是有不少亲俄博主站出来反对说，这些平台在去年被导弹击中后已经不起作用了。更有很多所谓的俄军事专家觉得，乌特种部队用小艇上的武器击落苏30是不可能的。可他们难道忘了苏30从去年开始就有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的记录吗？比如在去年9月24日的战斗中，乌军就利用毒刺导弹在俄军战机进行低空飞行时，先后击落了一架苏34、一架苏30和一架老式的苏25。而他们自吹自擂的俄军黑海舰队在这次行动中并未采取任何阻挡和应对措施，感觉已经名存实亡了。而在第三方报道中，大多数都和美国动力网站战区栏目一样，援引了乌军方11日发布的夺回钻井平台的消息，但也表示现阶段还无法独立证实这一点。不过却肯定了这些钻井平台重要的战略作用，他们是监测黑海海上活动的理想选择。拿下这些钻井平台之后，对乌军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乌军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武器可以通过这几座钻井平台，更轻松、更隐蔽地向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基地发动猛烈的打击。而失去平台预警能力之后，俄军想要防御乌军的袭击将变得更为困难，所以俄军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必然会通过海军和空军力量频繁进行骚扰打击。乌军想要守住这些平台可能并不容易，毕竟乌军现在没啥大型舰艇可用。即便乌军的特种部队虽然很强，但为封锁下的钻井平台进行后勤补给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当然，俄军想要再夺回去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俄黑海舰队是不敢再乱晃悠了，不然莫斯科号就是他们的榜样。双方目前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处境。其次，乌军一直致力于打击刻赤大桥，截断俄军的后勤补给，因此对钻井平台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次演习，其真实目标是克里米亚大桥。
乌军就是想借此试探一下俄军的防御能力到底怎么样。事实上，早在去年，乌军就盯上了这个地方。在去年的一次突袭中，乌军使用反舰导弹突击了博伊科塔平台，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该平台重达42000吨，甲板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并且坚固耐用，一般的反舰导弹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破坏。这一情况让乌军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战术，这才有了现在乌军特种部队成功占领平台的战果。可以说，这次突破对于未来打击克里米亚军事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拿下这些钻井平台，是乌军为解除封锁而做的努力。对于乌克兰而言，黑海是重要的门户和对外窗口。乌克兰出口的粮食和其他矿产品，50%以上要通过敖德萨进行转运，因此黑海地区的贸易航线可以被视作是乌克兰的国家生命线。上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亲自跑到索契求见普京，斡旋黑海粮食运输协议，但最后没有达成任何成果。所以，乌军只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解除俄黑海舰队的海上封锁。实际上，为了保住乌克兰的出海口，乌军在去年夏天就不惜人员消耗巨大，对俄军发动了反攻战役。历经血腥拼杀后，乌军终于赶在夏季反攻窗口期前，在南线扎波罗热地区取得了优势。而今年，乌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夏季大反攻结束前能不能守住出海口，免得被俄军封锁变成内陆国。所以乌军才决定先发制人，对黑海地区的俄军重要设施设备进行大范围袭击。总之，细心的朋友可能在近期的视频中就会发现，乌军在北约的指导下打得极为有章法，全是围绕着切断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通道去打的，战略清晰，目标明确，效果显著。等到切断亚速海走廊、炸断科支大桥、封锁海上通道这3步走完之后，俄罗斯还想赖在克里米亚半岛不走，那就只有饿死了。乌克兰南部军区作战司令发言人娜塔莉亚也表示，克里米亚的俄军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至于为什么拿下钻井平台后要高调宣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向外界，特别是西方，展示其反攻行动正逐渐取得进展。从整体反攻态势来看，乌军刚解放罗伯季涅，虽然向托克马克、梅利托波尔方向发起了进攻，但想短期内取得更大的战果可能性不大。尤其是随着雨季的到来，大量雨水会使乌境内的道路变得十分泥泞，机械化部队行军十分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日前会警告称，乌军反攻计划只剩下6个星期的原因之一。因此，乌军必须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破开这个局面。而克里米亚方向的石油钻井平台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毕竟这里防守薄弱，甚至无防守的地方。事实也果真如此，在乌军拿下几处钻井平台后，他们在赫尔松地区就发动了一系列有效的攻势，迫使俄军无法靠近左岸地区。据最新消息显示，在奥列什基、科扎奇亚赫里和其他地点，乌军至少有4个桥头堡地区完好无损，并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数次反击。期间有6艘俄罗斯船只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但均遭到了乌军的猛烈反击，被全部击毁。除了成功摧毁俄军的船只外，乌军还对安东尼夫卡铁路桥进行了炮击，摧毁了俄军的机枪和迫击炮等重要装备。乌军的火力覆盖范围广泛，威力巨大，使得俄军在该地区陷入了被动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赫尔松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初见成效，乌军已经开始沿着 M17 高速公路向前推进。这一进展将有助于扩大乌军对赫尔松地区的控制，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更多战略选择。由此可见，钻井平台这个突破口选择很好，至少不亏。当然，乌克兰的高调宣传自然也少不了是想从西方拿到更多的军事援助。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0日称，有多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看到基础炸弹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效果后，拜登政府已经改变原先的态度，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该系统很可能会被纳入未来的安全援助计划中。自开战以来，关于美国要向乌克兰援助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消息就没有断过。既有乌克兰政府的请求，又有美国议员的呼吁，甚至传言相关文件都摆在拜登的办公桌上，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官方消息证实。
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军最近获得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不少，射程500公里的海王星地对地导弹、2000公里的风筝，以及前不久相继援助的暴风影和斯卡普 EG 等空射巡航导弹。可乌军为什么依旧忘不了 ATACMS 导弹呢？ATACMS 导弹与暴风影和斯卡普 EG 这两种空射巡航导弹不同，它是一种战术弹道导弹，重约2吨，长4米。其优势在于它的机动性能好，命中精度高，配备有多种战斗部。此前，海马斯在打击俄军后方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的持续精确打击，是迫使俄军从赫尔松方向、第聂伯河西岸地区撤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截止到目前，海马斯配备的 GMLRS 制导火箭弹射程仅有70公里。尽管它的命中精度远高于俄军龙卷风火箭炮，但受射程限制，却难以攻击俄军纵深目标。若是乌军能获得射程超过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将延长近4倍，便可帮助乌军更轻松地打击位于克里米亚的目标。其次是因为乌军拥有海马斯和 M270， 可在任何地方发射 ATACMS 导弹，而暴风影和斯卡普 EG 只能依靠乌军的苏 24M 战斗轰炸机发射。如果俄军通过打击部署该战机的机场或导弹存储地，则很容易破坏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如乌克兰的斯坦蒂诺夫军用机场，这是乌军苏 24M 的主要部署基地。自8月6日遭到俄军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后，至今再也没有乌军发动空射巡航导弹袭击的报告。这或许暗示乌军现有的空射巡航导弹或苏 24M 战机已经消耗殆尽。而且海马斯系统为了防止俄军的打击，还采用了打了就跑的战术，一旦完成了发射，立刻就能在俄军反击之前转移阵地，从而极大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最后，那就是数量和价格原因。英国和法国军援的巡航导弹数量十分有限，价格昂贵，如暴风影巡航导弹的单价就要320万美元，而 ATACMS 导弹仅需150万美元，要便宜得多。这才是乌军一直念念不忘的原因。总之，一旦美国政府正式援助乌克兰 ATACMS 导弹，俄军防空部队就相当难受，时刻都要提心吊胆。因为 ATACMS 导弹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不是所有的防空系统都能拦截的。而且从发现到击中目标， ATACMS 导弹留给俄军防空网的时间很短。俄军能否把握住快速流失的时间窗口，这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俄军战线后方有着大批军事设施，需要 S-400等防空系统保护。俄军有这么多存量吗？好了，关于乌军夺回黑海钻井平台，美国考虑军援 ATACMS 导弹，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